酒喝完了，该打一架了。好强的剑气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剑仙之间的对决啊，不是一招一式，而是决人间之华彩，引天地之共鸣。真是难得啊！所以你到底是人是鬼啊？怎么老神出鬼没的？李长生和羽生魔一共对决过3次。第一次，李长生已是天下闻名的剑客，而羽生魔才刚初入江湖。羽生魔挑战李长生，败于他的一剑之下。由于当时羽生魔并无名气，故此这一战几无人知。第二次，李长生依旧一剑胜之，羽生魔剑折，故此改练魔仙剑。第3次无人得关，不过往后的8年，羽生魔再未踏足北夷。所以，你是来干嘛的？此乃绝世对决，自然是来记录的。李长生，这一战，你必输。上一次你也是这么说的。打完这一仗，学堂得赔不少钱呢。不是，这就打完了？没那么快。同犯异色，这是走火入魔了。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种说法。的确是走火入魔了，不过不是普通人练功的走火入魔。羽生魔自愿入魔，以身入魔，得成无上剑法。你啊，真是数十年不改的做作，不闹出点大动静，
就不像个高手似的。剑落。天阵。放飞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打雷劈？你这个成语用的可真是不好。他们人呢？该不会是让雷给劈没了吧？我这才刚拜完师，还什么都没学呢。打完了自然就走了。打完了？那他们谁赢了？你没看清楚吗？你看清了？我自然看得一清二楚。搞什么啊？就我岁数，我没看清？他在吹牛，他也没看清。那你看清了？果然是天下第一。早跟你说过了，魔仙剑世主，这么多年你怎么就不肯放下呢？赢我就这么重要吗？唉，其实啊，你只要回去好好休养，再锻炼锻炼身体，熬过几年等我死了，你再来争这个天下第一，不是更容易吗？谁都不知道你活了多久，我怕是等不到那天了。放心吧，这一天不会太久的。我知道，我打不过你，但听闻叶鼎之来了天启城，我知道他的身世，我怕他在天启城被人为难。嘿，没想到啊，你这个冷心冷情的羽生魔，对自己的徒弟感情还是很深的。你写了一句3日之后啊，我定会让你那徒弟安然无恙的回去。有我的承诺，够不够？我看不透你，看不透我就对了，我是天下第一啊，哪那么容易被人看透的？放心吧，叶鼎之是天纵之才，不会折在这天启城的。我走了啊。哎，你这辈子打不赢我。倘若往后你的徒弟打赢了我的徒弟，也算你赢。
怎么这么冷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屋顶怎么破这么大一个洞啊？我咋睡个觉，屋顶就没了呢？是啊，你要再不醒的话，就要变成冰棍喽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概就是我们的师傅跟别人打了一架，在还没打之前就撞了个洞出来，而且这只是里面，你们是没看到外面。现在上面连一块完整的瓦片都看不到。账单。李先生不是只撞出了一个洞吗？为什么整间店的损失都要我们来赔偿？这，对呀，董妈，是谁那么大的胆子啊？敢和师傅打架也就算了，这钱不赔就跑了，咱们得跟他要啊。是啊，但怕是有些困难。此人是剑仙，羽生魔。羽生魔，看来得让老七破费了。行了，拿着这个单子，明日去锦玉王府领银子吧。哎呀，得嘞。师兄，醒醒！师兄，醒醒！都醒醒啊！这要让外人看见，像什么样子？还叫什么八公子啊？这是师傅弄的。哎，这边，这边。哎，对了，谢轩，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个明年的公子榜啊，就要变成北离九公子。我们几个已经把他的名号都想好了，你听听啊，九公子，九公子，一语双关啊，怎么样？凑合。哎，不过你早就醒了，你是在装睡，是怕掌柜的把账单给你？嘘，别说破。我可听到了啊！哼，这个人见过吗？看看，没见过。没见过，再仔细看看。真没见过。走。又有人被通缉了呀，也不知道犯什么事儿了。这年头，哎，谢轩，反贼长得还挺眉清目秀。昔日将军府余孽，说不定啊，以前还是个小将军呢。叶鼎之，原一允，昔日将军府余孽。原来，
醉起楼台信步，雁声惊得侧目。追雁入寒露，忽忆生死别度。谬误，谬误，回首不见来处。对了，靖远王府，我要去找他。别冲动。别暴露了他的行踪，他现在可是朝廷钦犯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他醒了。我师父他走了。走了？对。怎么可能？我何至于骗你？你的师父剑仙羽生魔跟李先生在碉楼小筑屋顶上打了一架，然后双双不知所踪。后来，只有李先生回来了，说你师父羽生魔已经回南卷了。也好。师兄，我想单独跟他说说话。好。姑娘，还在为今天的事情而生气吗？我真的没有要走。现在我师父也走了，我把故事给你讲完，你别难过了。到现在，你还不肯跟我说吗？到现在，你还是叫我姑娘，云哥。什么？我说，到现在你还不肯跟我相认吗？叶云。你怎么知道？现在不仅是我知道，皇上也知道，全城的人，全天下的人也都会知道。看来，这就是命，逃不出的宿命。文君，云哥，云哥，我真的好想你，文君真的好想你。我以为真的再也见不到你。
是回来了吗？是啊，我的员工好端端的回来。原来这才是叶定之的真实身份。当日他走的那条路，应该是被雨季拦下了。难不成放出这条消息的是雨季他们？萧妾，还有何事？无事。吴相使为何不直接将叶鼎之在请誉王府之事告知亲王呢？因为吴相使的目的，并不是要让北离抓住叶鼎之。你是说？没错，他要逼叶鼎之离开天启。天启麻烦太多了，只有他离开天启，我们才有可乘之机。我原本以为，在我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死掉了呢，怎么可能还活着呢？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可他偏偏就是活了下来，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活得好好的，成为了很厉害、很厉害的人，而且还兜兜转转的与我重新遇见，成为了生死与共的好兄弟。你说，你此生最好的兄弟失而复得，是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儿？嗯。可你才活了多久啊？就知道是此生最好了？是，我知道。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，到我变成一抔黄土埋在地底下，他一定都是我此生最好的兄弟。或许之后，我也会遇到其他的朋友，也懂我，也是知己，但都称不得一个最好。那对你而言，什么叫最好？对于我而言，在最对的时间，遇见那个最毕生难忘的人，便是最好。自那以后，天上地下，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，都少了那么一点缘分。不过他现在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，但没关系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，我可是很厉害的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。
再像从前那样。一定不会。做你最好的朋友，真幸福。你还活着，很好。罗师兄，文君的。如你所看到的，她不喜欢景玉王，但需要嫁给他。半年后。 叶元，如果你早一点出现就好了。现在也不晚。罗师兄，只要我回来了，就不晚。 雷儿，你是说叶鼎之现在在锦玉王边院？师傅，您这是喝多了吧？我昨儿跟您说的很清楚的。怎么会？兄长虽然素来与亲王不和，但他曾承诺过我，一定不会将学堂拉下水。此事应该与兄长无关。不如我直接去问他一问。不用了。既然我们也是希望他能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，那个地方也挺安全的，那就不必再添麻烦了。先生说的是。可是，他若一直这样待在那里，却也不太合适。因为据我所知，边院中除了有影宗的骆师兄之外，还有我那还未过门的嫂嫂。放心吧，既然我们都知道他在哪儿，我会把他带走的。这件事你们就不用管了。东巴，这几天你要好好休息。2天之后，我带你去见你的好朋友，然后送他离开。好好等你。哎呀，
子，来了。这里是青楼？非也，非也，这里是百花楼，不一样的。哪儿不一样？因为有他，所以不一样。那年，我和顾剑门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当时的他正在抚琴。顾剑门可能是喝多了，听到了他的琴声之后，他兴致大起，举剑而舞。当时的景象尤为震撼。所有的花瓣都被他的剑气卷起，五颜六色，姹紫嫣红。最终，所有的花瓣交替飞舞，成了一座花桥，从这里通往了那座高台之上。顾剑门说：“闻情可知人。”他觉得这个女子就是他的命定之人，于是踩着花桥，从这里走到了那里，撩开了重重帐幔，去见她。然后呢？然后顾剑门就下来了，他被拒绝了。啊？现在回想起来，也是几年前的事情。当时的姑娘现在也出落成闭月羞花的样子了，整个天启城都知道她的名字。不知道顾剑门那小子啊，在见到她会不会感慨？雷公子，许久没来听曲儿了。没有顾公子没来的时间久。没有多久是多久啊？哎，那其实也没有太久。好像有杀气。嫂子，小年纪，不学好。我是无辜的。夫人。对呀，百里东君，你小年纪不学好，让你别来这种地方，你偏来。我都说我不来了，你非带我来，死拉硬拽把我拽进来，怎么样？现在满足了吧？开心了吧？师兄就不是一个能来这样地方的人。啊？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别说。夫人，我们回家，回我们温暖的家。雷公子打算下次什么时候来啊？不来了，这辈子不可能来了。就是小师弟让我来，我也不来了。走。小师弟，趁年轻好好享受吧，好时光不多了。师弟啊！走！娘子啊！错了，我错了啊！我们在哪儿啊？我们该干什么呀？少年郎，做什么？好生俊俏的少年郎。子怡妈妈，风姑娘今日还奏不奏曲？我都等不及了。
哎呀，急什么？这不是来了吗？好嘞。呀，二爷，您来的正是时候啊！这首乐曲坐前面来。好，听着让人难过。我听过他。你也来过？不是，你还懂音律？也不是。我听过这首曲子，它叫《江南月》。亘古乱人心，边秋闻夜声。从今秋露白，月照故乡明。这是一首思乡之曲。这位公子，小姐好。我可担不起这个词，我家小姐有请。请问，你家小姐是？少年郎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在百花楼能够被尊称为小姐，只有一位。等会儿，这个呆呆傻傻的小子是谁呀？凭什么风姑娘只见他呀？我天天在此地听曲儿啊，银子花了也不少，连风姑娘的面都没见上。凭什么他第一次来就能登堂入室啊？哎呦，二爷，来，行，您这消气啊！你不是千金台那位？什么千金台不千金台？今日不说千金台，大家来此地都是来听曲儿的。诸位，百花楼对咱们不公啊！大家伙说是不是？是啊。哎呀，这话说的，你看。是啊，这不合适。还是算了吧。你知道你在拒绝谁吗？不是，姑娘莫要动怒。行了，知音难遇，说不准还能遇到个同乡呢。大家都消气，我呀背几壶好。就这么让他上去了？怎么没个人拦着？不许走！我看谁敢过来。没事了。笨蛋，废物！去吧。不是，这，哎呀，二爷消气。哎呀。少年郎，这位妈妈，哎，可否帮我寻个座位，我好坐着等他？哎呦，公子，你确定今天晚上你能等到他？春宵帐暖，美人在怀，指不定要多久呢。要不我给你找个不错的姑娘陪你歇息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三木长风，我就不等你了啊，你好好享受吧。哎，下次再来啊！来。多谢。
是你吗？姑娘有礼了，在下司空长风。你可是来自魏城？魏城？你的家乡是哪里？我不记得了。那方才那支曲子，你是从哪里学的？这我也不记得了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这个人是记性不好，还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姑娘莫要生气，我的确是记不起以前的事情了。我从小在江南流浪，兴许是哪位萍水相逢的旅人教我的吧。只是刚刚听见姑娘奏起，忍不住跟着吹了一番，还请姑娘莫要见怪。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是我失态了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也会吹这支曲子。我把你误认为是他了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你走吧，刚才的事，无论是关于我那哥哥的，还是我的失态，都不许说出去，破坏我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。那个，姑娘，你老叫我做什么？其实我还挺想有个妹妹的。你这个人好生梦了！来人，把这个不要脸的给我撵出去！哎，等会儿，姑娘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从小漂泊四方，未曾羡慕过别人有爹有娘，但却一直羡慕别人有个妹妹。好像有个妹妹，就像是有了守护的东西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如果能够有个妹妹让我守护，那一定是一件特别让我骄傲的事情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姑娘，你那个哥哥叫什么名字？魏洛里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叫魏洛里了。你这人，竟敢3番2次占我便宜！姑娘未曾用力踹我，说明也并未真的生气。姑娘，虽然我忘了自己是不是魏城的人，但你我都来自江南，也恰巧会同一支曲，这说明你我二人与缘分有关。方才我说我想有个像你这样子的妹妹，也是认真的。的确，你我才初次相见，莫名其妙突然多了个大哥，你不适应也是应当的。是我逾越了。我不是来自江南，我的家乡……你又套我话。冤枉呀，姑娘！我有个朋友曾说过，这世上话术是骗人的，但音律不会，因为音律是这个世界上最纯粹、最干净的东西。所以，姑娘，不管你的家乡在哪儿，你最意的地方是江南，最在意的人也在江南。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百里东君。倒是个好名字。我累了，就不陪公子聊天了。玲珑，送客。姑娘，相识满天下，知交能几人？我相信这世上有知音，姑娘的琴，我的夜，恰逢其会。我会再来的。你这话说的，倒像是个读书人。可我怎么看，都是个浪客。
你回来了？还没查到吗？他第一次说要离开，是说百里东郡为弟子的那天随口一提；第二次，便是在圣人的御书房，像从前一样没有原因，似即兴而语。不可能！若风，天下百晓，终有一人是我们无法查清的。可他关系整个武林，学堂祭酒李先生突然要离开天启，其中原因作为百晓堂却一个字都查不出来。天下百晓这几个字，当真成了笑话。小伙子，你以后能成为枪仙的。您是？我啊，我是李长生。李先生，先生，可我现在身上已无枪，您是怎么猜出我是用枪的？因为你身上有枪意。枪意？你是来找东君的吧？少年人不要有那么多心思。你是江湖客，他是侯门子。凡俗眼中，你们虽然天差地别，但这里是学堂，学堂之中皆为学子，学子之中无论身份，皆称同窗。稷下学堂很欢迎你这个小枪仙的。多谢先生。韩一，叫娘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我也在外边跪2天了，好冷，好疼。少跟我装可怜。卓墨公子武功高强，内力护体，又怎么会冷？娘子罚我，我也不敢用内力嘛。哼，你不敢？你什么不敢？北篱八公子可真是风流啊！以前你说是顾剑门带坏的你，可是人顾剑门早800年就离开天启了。我看你这路不认的也挺好的吗？不是啊，这真是小师弟他非……闭嘴！你小师弟那脸都红成猴屁股了，怕是这辈子第1次去青楼吧？你怎么不说是百花楼的姑娘绑着你去的呢？你这么说的话也太假了吧！你再说一遍！完了，雷慕沙，我看你是不想好了。趴下！等一下！趴下！娘子，哎呦，娘子！哎呀，娘子，我真听曲儿去了！哎呀，娘子，娘子啊，不去！韩一，救我！娘子啊！阿爹真可怜，要被打死喽！娘子，哎呦，我真听曲儿去了！哎，娘子，哎，好了。你爹要被打死了，你也不上去帮忙。先生，你来了。我再不来，你爹可真的要被打死了。谁叫他去那种地方的？活该！嘿，小小年纪的，知道的东西还挺多的嘛。先生，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？比以前进步多了。你爹是雷门英才，你娘是星剑传人，跟他们学武功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跟我学呢？因为你是天下第一呀！跟你学武功，以后我才能管住我爹。
有志气，眼光更好。哎，娘子别打了，哎，别打了，屁股肿了，娘子。滚！不去了，哎呀，哎，哦，哎呀，李先生，先生，救我！跪下！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嘛。虽然去了趟青楼，也没犯什么大错。夫人，雷儿这个人我很了解他的，对夫人可谓是忠贞不二。他也只敢去听点小曲儿，是吧？我想他今天去了百花楼，应该是看到百里东君和那个用枪的少年，让他想起了自己和顾剑门的往事，兴之所至了，是不是啊，雷儿？就是，是什么事？厚颜无耻！厚颜无耻！以后还敢不敢？不去了，我以后想听曲儿，我找窦轩去，他唱的也还行。夫人，他认错了，也落了保证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先生都来了，我还能真打死他不成？先生此来，想必也不只是为了要救这个不成器的东西。新月就不打扰了，韩一，我们走。哎，师傅。师傅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我差点被我娘子打死。我本来是不想来的，因为我觉得就算你现在不死，几年之后你也会为你那可笑的志向而死。师傅，你还记得那一年你说你的志向在于天下，我笑你还是个孩子呢。如今你的孩子都学会骂人了，你呀，也不能只是那个师傅膝下的孩子了。说说吧，你觉得的天下是什么？天下？当时我年轻气盛，我觉得天下就是一个能够供少年们征伐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天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征伐的所在，因为那是许多活生生的人努力生活的地方。那你的志向呢？仍在天下呀，守护天下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似乎变了，又似乎没变。你跟剑门要好，剑门走了，你就和若风混在一起。可若风身份特殊，总有一天会离开学堂，到时候你……哎，师傅，我不想离开学堂的。可学堂终究是个读书的地方啊，人长大了，书读完了，自然要离开学堂的。学生既已离开，老去的先生也不必留下。师傅，你不会要走吧？是啊，蒙莎，你也要走的。不过，走出这一步，你的雷门可就真的回不去了。那就不回去了。你不想牵连雷门，所以故意无视门规，让雷门驱逐你。你不想连累妻女，所以让你的女儿随母姓。要是遇到了什么万一，背后至少还有一个剑心种撑腰。可是梦莎，成大事者无不彻底割绝过往。你呀，还差得很远呢。等时机到了，让韩毅来找我，我教他剑术。师傅，你不回来了吗？你啊！我说了老半天，你到现在才明白啊！就你这样的人，还想守护天下呀？我告诉你，守护天下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的。你和若风若想取得这份资格，势必要经过一番苦战。你们呀，不要半途死了。
定不负先生所望。已经负了。我之所望，就是弟子们能纵情江湖，肆意而活。哎，天下什么的太沉重了，你不负自己所望就行了。听说李长生要离开天启城，没有李长生的天启城，你要强行带走一个人，虽然要付出代价，但也不算难。我自己去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那么倔，光凭你自己，就算你有实力，心爱的姑娘，怕是早已嫁给他人。师父，我想练魔仙剑。没想到半年不见，你经历这么丰富。没有你的跌宕起伏。哎，你昨晚如何呀？你怎么也这样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？司空张峰，你有点良心。昨天因为你和雷师兄，我都被人污蔑了，还跟尹师侄吵了一架，容易吗我？他呀，昨天只是找我过去叙话，把我认成了儿时的一个哥哥而已。听你这语气，挺失落的呀。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哎，因为随口吹的一支曲子，结识了千金难买一面的大美人，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，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哟，好，你不失落，那你到底是不是他哥哥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记不起以前的事情。也是。你跟我说过，你失忆了。或许吧，我也没有刻意想过。要真的仔细的想，好像此前的人生都是一片空白。看来你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又怎样？我又不靠以前的记忆过活。司空张峰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知道你的来处？但你却和他会同一支曲子，这说明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干嘛？万一你真是他的哥哥呢？万一他弹这支曲子就是为了等他的哥哥出现呢？百花楼里那么多客人，是天启的，不是天启的，有钱的，没钱的，为何就你偏偏听过呢？你一点都不着急？他那么受欢迎，错过了，可就真的错过了。可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，就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的那种。皇帝不急急死太监，百里东君，往事不可追。我和他，或许还有未来吧。哎，行吧，行吧。哎，你怎么还不开始酿酒？莫不是忘了本月14日的那个赌约了？我当然记得呀，我这不是找灵感的吗？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百里东君，你，哎，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！我枪还压在那儿呢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放心吧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枪把我身上。百里东君，
就应该别管我，直接跑啊！浪费了我这招声东击西。既然逃不了，那就打吧。4个打1个，还怕我们拳头不够硬吗？你跟他对一拳，就知道你的拳头硬不硬了。虽说我刚踏入江湖不久，但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此人为逍遥天境，咱们几个金刚凡境，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你错了。哪儿错了？我不是金刚凡境。我是自在地境。那你还来拜什么师啊？谁说我是来拜师的？我师尊吕素贞乃是世上行走的真仙，可不比李先生差。我是奉命来此，历练一番的。东君啊，怎么了？我也是自在地境。我才是那个丑角。不打了，你们4个走吧。为何忽然放了我们？刚才你们有机会抛下那个用剑的小子独自逃跑，却没有那样做，我觉得很满意。所谓学堂的考核，不过是一个我满意。若要你们真的打过我，才能算作通过，那还拜什么师？你们自己就可以当老师了。你们以后也需记住这一课，不管何时，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同伴。鼎之记下了，玉甲也记下了。玉甲，真是个烂名字。都说了让你小心点。前辈教训的是。哎呀，再多赠你们一句话吧，只靠你们自己的锦囊，是无法找到你们想要的东西的。所以，你们还得去找其他几队人，只有集齐4个锦囊，方能得到真正的答案。晚去不如早去。走吧。多谢前辈。谢了啊，还知道救我。今年这些年轻人还真是不错。你还好吧？不太好，我体内的真气在四处乱窜。刚才那个怪人，该不会是以为我真要把那个巨剑给劈了，所以用了狠力。我得马上调息一下。我来帮你运气，很快。你需要多久？少说得小半个时辰。他这伤必须现在就治，不然我们一会儿遇到诸葛云，我们少一人也不好对付。我为你们护法。没想到你会的可真多呀。那是因为死过很多次。这先疗伤吧。真好啊！什么真好？年轻而绝世的少年，齐聚于这座集世间繁华于一处的城池，并肩作战，在屋檐之下对坐疗伤。
这本就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好的事。如果你们不出现的话，今日这里应该只有一队人来才对。我们探得一些消息，有人伪造身份混入了学堂大考。不错，有个年轻人是吕素贞座下大弟子王一行，不是什么赵玉甲。不过以吕先生和李先生的关系，此事李先生早已知晓，不必大惊小怪。不是什么赵玉甲，还有其他人，只是没想到我们来晚了一步，他们走了。小先生，我们在一条小巷中发现一个小队，队内的4名考生全都死了。全都死了？那个诸葛云呢？诸葛云死了吗？是的。诸葛云死了的话，咱俩猜错了？白小棠的消息向来很准，我们去看看。诸葛云是诸葛家的人吗？我随你们去。其中3名考生死状惨烈，刚来这里的时候几乎没法看。我们已经派人去信，告知他们家人。这是个什么样的变态？这些考生跟他有什么冤仇？为什么要手杀无辜之人呢？诸葛云死的比较特别，是身上也没有那么多伤。这边。死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凶手肯定对诸葛家是有独特的情感，不然这个诸葛云死的也不会比别人漂亮那么多。现在不是说这些废话的时候，快派仵作过来验尸。这个就是你们说的诸葛云吗？他不是诸葛云，而且他不会武功。替死鬼。这个诸葛家的人，你们就一直没有看穿吗？没有。虽然学堂对他的身份有所怀疑，但他所使的武功确实是奇门遁甲。我想，我猜到他是谁了。只是，如果是他，那么事情可就麻烦了。有意思。不过我们来不来，不是你能管得了的。果然是仵作使，而且惊人，仵作双尊都来了。诸葛云？不对，你周身的内力波动，不是诸葛云这样一个年轻人能拥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你便无需管了。我们的目标也不是你。你先替他疗伤，现在交给我。好。无名小辈，就不要在老夫面前放肆了吧。无名小辈。这是一成一败，谓之一劫。自此天地以前，则有无量劫矣。此乃无量剑法。你不是赵玉甲，只许你不是诸葛云，不许我不是赵玉甲。没错，我不是赵玉甲，我乃望城山吕素贞座下首席大弟子王一行。
的弟子正在面临强敌，生死关头，你却在这儿喝酒，打瞌睡。哎，首先这是天启城啊，一个武者贱如狗、高手遍地走的天启城。要说敌人有多强嘛，也不算强，因为最强的人是我，我才是天下第一。这大考怎么这么久啊？我都累了。他们遇到的敌人，不是普通的敌人。哎呀，哪有什么普通不普通啊？敌人就分成两种，一种呢，他要杀你；一种你要杀他。遇到你要杀的人，那就磨剑10年，殊死一击；遇到他要杀你的，那就不管怎么样，能活着就好。嘿嘿嘿。方才若风送来的消息，你猜到那些人是谁了吗？天外之天，方外之地，也是一个曾经的王朝最后的退守之地。那个王朝，国主信奉圣天教，乃是个教国一体的王朝。当年我见过他们国主，他身边有5个武功极强的侍从，分别叫无法无天、无相无作。放到如今，每一个都算得上是绝世高手。你方才说有5个侍从，为何只说了4个名字？是啊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果然，有你这个双瞳老儿在，就没什么好事。诸葛云，等着！之前你为何不告诉我，此次来的是无作使？多了很多胜算，难道不好吗？如今无作双尊合体，他们哪里还有命在？假装为我所杀，先静观其变。临、兵、斗、者、剑、智、力、潜、行。9字真言，有趣。出！这是不动明王功，运功时成金刚怒目相，鬼神皆畏惧，是为不动明王。此功已爆发出自己身体里所有的能量，秘境杀人，是世间最蛮横霸道，却也是最伤人伤己的武功。你竟真的能变不动明王，我不信。那就打到你信。云哥，东君，东君，你没死，真好。
所以别再一提起我时，就有一张上坟脸了。要死，你先死。实在不行，一起死。君子道别3言2语就够了，不要婆婆妈妈的，絮叨个没完。东君对我的情谊，我看在眼里。东君，就先这样了。此次一别，也不知再见何时。希望再见之日，你我都已旧见成仙。再见之时，你我仍是少年。矫情。走了。哎，云快等等。这给你。折柳相送，我还只是在书上看到过呢。云哥，保重。东君，保重。你很快就会有第2个生死相交的朋友的。有了，不过那人估计快死了，已经许久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了。谁在骂我？看来你对这朋友也不怎么看重啊。师傅，你也很笨嘛，我逗你的。我那个朋友命大得很，死不了。说我笨，走吧。师傅，您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说来话长，长话短说便是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东爸，你有喜欢的女子吗？有啊，我与她有再见之约。何时？待我名扬天下之时。你为什么喜欢她？因为一眼万年。可是你不知道她的年龄，不知道她的性格，不知道她的身世，你就因为这样就喜欢上她了？喜欢一个人需要这么复杂吗？一见钟情还不够。她可是我第一个放在心上的。若是日后我再遇到其他的人，我也会告诉我自己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哎呀，你说的话好对呀，我竟无法反驳啊。那师傅呢？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。在哪儿？都死了，因为我活得实在太久了，所以他们都死了。他们？是啊，我第1任妻子去世的时候啊，我曾经发誓过此生再也不娶了。但是后来，我想想这世间那么多姑娘钟情于我，我若不怜香惜玉，岂不是对不起她们啊？好多故事啊，想得好心痛啊，心痛啊！呸！有人看到李先生带着那个叶云，哦，也就是叶鼎之离开了。消息倒快。叶将军是个好人，也是个忠臣。叶鼎之也是个好人，有他父亲的风范。
若风啊，你说这次李先生出手，会不会？兄长放心，先生没有要卷入朝堂之争的意思。哦。兄长，学堂还有事情未处理完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若风啊，你说，一个人心里有鬼的时候，什么事情会让他害怕呢？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。这么多人，这么些天，竟然都搜不出一个叶云。现在怎么样？他被那个老不死的带走了。天下这么大啊，谁能知道他去哪了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对吧？说！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！说！王爷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，也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应贤，你知道吗？本王感觉有把铡刀时刻悬在头上，本王日日都能看到他，看到他那锋利、森冷的刃口，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来。日日担惊，夜夜受怕，不得安寝。王爷，别怕，应贤会一直在王爷身边，保护王爷。没事，小丽师兄。董妈，我以前就听闻人说过，世上有一种人叫书痴。我本来是嗤之以鼻的，直到我认识了谢轩公子。谢公子，今日读什么呢？啊，龙月剑法。你在看剑谱哦？二师兄也懂剑法？师兄我可是出身雷门，当然不懂剑法。但是你嫂子新月她可是新剑的传人，所以我听说过这部龙月剑法。这是一部几近失传的高超剑术。谢轩，你只看不练，你能学得会吗？谁说我不练？我在心中练。你以为我只是在看书？可我每看一招，心里的自己便用一招。一本书看完，剑法也就学会了。没想到谢公子也是个高手。没打过架，我师门向来以礼待人，门人几乎都不太会武功。可你们若是遇到不讲理的人呢？那就揍到他讲理为止。可你又说你不会武功啊？是几乎都不会。几乎都不会的意思，就是有人会。我有个小师叔，学问很高，武功跟学问一样高。唉，许久没见，
确实有些想念小师叔了。这个酒可是有名的很啊，是吧？它味道还不错。是吧？这么多年不见，这字看上去还是那么美。二师兄，我有个事要问你。如今我已算是正式拜师了，对吗？当然，这仪式不都走完了吗？我拜师是为了什么？习武。那么请问，我师傅呢？尹师之已经搬到了柳月师兄的府里，向他学习武功，而我的师傅成天除了干这个就是干那个，偏偏不教我。虽然说拜师是为了习武没有错，但师傅也没有说要教你啊，是吧？都是让弟子自己学的。那我拜师又有何用呢？当然是你在外边被欺负的时候，你可以响亮的报出我们老头的名号，吓死他们。哎，这也太无聊了吧！那我带你去一个不无聊的地方，动漫。小姐，你好像有点喜欢，不是不讨厌他。挺有意思的人，不是吗？尹师之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被师傅盯着练了一整天的功，想找你喝酒放松一下，结果你却不在，好没意思。啊。你去了青楼？哦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果然，脂香扑鼻，一路的夜风都吹不散。你就是去了青楼。那其实不是青楼，那叫百花楼，是听曲儿的。我之前还听说，师叔有一个最喜欢的姑娘，结果转眼间就去青楼寻花问柳。想来师叔对那姑娘也没那么喜欢吗？哎，你可别瞎说啊！那是雷二师兄带我去的，而且我去之前根本不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。你去之前不知道，你去之后难道还不知道吗？胭脂气那么重，定然是在那处待了好一会儿。我是待了好一会儿啊，但那是因为后来雷夫人去了，然后我的一个好兄弟又邂逅了一个女子，然后，哎呀，怎么就解释不明白了呢？无中生有了。是，我是去了青楼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生气，那是因为我整整练了一天的功，你却在外面逍遥快活，我心里不痛快，不行啊！哎，尹师之，你还是听我。不要脸！我招谁惹谁了我？不是要谈叶鼎之的消息吗？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和百里东君吵了一架，还给了他一巴掌？算了，还是找机会联系齐轩吧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哟，这么快啊！对啊，难道要很久吗？哎，各位，
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。我跟风姑娘只是聊聊音律，绝对没有伤她清白。我呸！你聊音律怎么把头发聊散？啊？风姑娘此前一直是卖艺不卖身的，你是谁呀你？不是，你凭什么？你怎么敢？各位，我这个头发是因为……行，兄弟们，别听他废话了，给我打！各位英雄且慢！不是，你别让他跑了呀！追呀！不打呀！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家里就被灭了门。我师父带着我逃了出来，在路上，他捡到一个小孩，那个孩子就是魏洛里。每天晚上，他都会摘下一片叶子，在檐下望着月亮，吹那首《江南月》。每次，只要他一吹这支曲子，我就知道他也想家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师父带着他拿着剑出去了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他们说，我师父和李哥哥都死了。小姐，故事讲完了，也该休息了。去吧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魏洛里。你的家人呢？都死了。李哥哥，以后我们就做家人吧。赌约？是，陛下。白丽东军以酒约战谢师，要取那12年陈酿的秋露白一事，整个天启都知道了。这壶秋露白乃是陛下继位第3年所酿，酿好之时，陛下曾有言：若12年未有人能将其取下，便在酿好之时的秋收之日，用以祭祀。眼看这12年之期将满，百里东军这样做，岂不是明晃晃的在打陛下的脸？
陛下，祭酒先生到了。字写的挺好的，有点意思。莲儿嘛，哎，太次了，装霸气。当年先生为姑赐莲时，姑还炫耀了许久，可如今先生自己却看不上眼了。嘿嘿，人嘛，总是会对自己的过去嗤之以鼻。参见陛下。赐座。是。先生，喝茶。这茶可是男爵特有的凤凰雪片，不可多得，尝尝。陛下今日叫我来，所谓何事？姑年少时好诗书，不善武功，母妃也并不受宠，在皇子中是最不被看好的。幸而身边有2个好兄弟，一个出身云溪叶氏，一个来自西林百里家，都是难得一遇的将才。在他们2人辅佐下，几经生死，才登临这至尊之位。后来姑犯了一个错，现在想起，依然时常后悔。方才听了一个消息，所以叫先生来，想当面谢谢先生。这么说，陛下是想谢我救了叶鼎之？正是。既然知道错了，又何不翻案呢？哎呀，罢了罢了，又是帝王颜面。行了，你的谢我也收到了，那就这样吧，走了。等等。姑此次叫先生来，其实还有一事。听闻先生近来新收了一名弟子，姓百里。百里东君，那是你的另外一位结义兄弟百里洛尘的亲孙子。这次洛尘的孙子来了天启城，姑想见一见。不必。先生不是说过不会过问朝事吗？百里东君不过是我座下一名寻常弟子，既无官职也无爵位，他的事又如何称得上朝事？堂堂镇西侯府的亲孙来了天启城，却不来见姑，成何体统？那你去问镇西侯的罪啊！反正你已经杀了一个兄弟，也不愁再杀第2个。嘿。陛下，你又何至于做出这种情状给我看呢？你放心吧，百里东君不会一直留在这天启城的。我准备带着他离开这儿，四处游历，几年之内他都不会再回来的。可先生是祭酒，既然要离开，祭酒的位置，自然会有更合适的人来做。告辞。如果我执意要留下他呢？你可以试试。先生，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过强啊？是吗？姑觉得在先生面前，先生才像是君王。我乃天上谪仙人啊，世间的君王，就别折煞我了。谁？齐炫，是你。
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接到小姐的留书，便来了。还有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。离开？这么说，叶鼎之的事，真的是你们干的？是。雨季发现叶鼎之，同样身负天生五脉。如今，就算没有百里东军，也无所谓了。可是，小姐为何这么多可是？难道小姐对复国之事有所动摇？是的，这一路我动摇了。齐轩，我们找到天神五脉又如何呢？打开狼岳腹地，将父亲迎出关，然后让北阙的铁骑踏平北离，是这样吗？可那些刚从战火中平复过来不到20年的百姓该如何？陆霞姐姐，哪位？陆霞姐姐，公子前往来叫你。陆霞姐姐，好，这就来。徒儿，你来了呀。师父，来看看这棋。黑子锋锐无匹，把白子逼于一隅，是要赢了。可这白子，并非毫无翻盘的可能，不是吗？师父也说只是可能。白子机会过渺，而代价太大。更可能的是全盘皆输。方才我见到了一只雪国的白鸽飞过，身形矫健，很是优美。来了。徒儿，你可还记得为师对你说的第一句话？你来了。徒儿。师父，星儿，姐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我都快闷死了。我以前到处玩都没人寻我，她一回来，每天跟大朝会似的，每天都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事儿找她，我装不下去了，我好累啊，星儿。算算日子，她应该快回来了吧？二小姐，再坚持一阵子，啊。
小姐，吴相有事相告。无相尊使，我近日身体不适，尊使自行决断便是。二小姐，被发现了。二小姐模仿小姐，几乎可以以假乱真。那又怎样？还不是被尊使发现了？尊使，免礼。二小姐与小姐本就是异母同胞的姐妹，又打小一同长大，关系亲密。按说二小姐若是想假扮小姐，还是很难被发现的。那尊使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小姐喜静，二小姐喜动，本就是不同的个性。更何况我是看顾着二位小姐长大的，要想瞒过我，可不容易哦，难为二小姐了。尊使，你既然知道是我在这里，那是不是也知道姐姐的行踪？怎么样，姐姐是不是快回来了？姐姐出事了吗？二小姐别担心，小姐没事，只是什么？有话你就直说，你要急死我吗？只是小姐或许不回天外天了。不回天外天了？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小姐放走天生五脉，放弃了复国，不回天外天了。放弃复国？姐姐怎么可能放弃复国？我不信。心儿，你信吗？奴婢也不信。吴相，你是不是骗我呀？你为了自己的野心，要对我们姐妹二人下手了吗？过一阵儿，紫衣和白发便也回了。二小姐信不过我，也该信他们吧。你还有什么要同为师说的？这段时日，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我。我与身边之人曾经为了一件事而努力，可最近我发现，这件事
二小姐，早点休息吧。左右护法他们不会这么快回来的。星儿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吴相使说的是真的，怎么办？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小姐应当是有苦衷的吧。二小姐，你呢？我吗？百灵就要攻进来了，快跑啊，小姐！这是母后送我的摘子。青儿，回来！青儿，回来！青儿，姐姐，他抢走了母后送我的摘子，这是我的东西，我的家。回来！回来！二小姐，我可能会很恨他。我的好徒儿，在这赏月啊！师父，隔着你那做作的帘子，真能看到月亮吗？帐中观月，犹如雾里观花，自有一番美感。说吧，找为师何事啊？听闻师父马上就要出行，师父一人。你可比雷儿聪明多了。自然不是，还有你那个不省心的小师弟百里东君呢。那可否多带一人？你也要把你的徒弟塞给我？不愧是师父。哼，我这个做师傅的，管自己徒弟还不够，还得捎带着管徒弟的徒弟。早知道一个都不收了，都是群不省心的混崽子。年轻人呢，就应该多出去闯一闯，不该被困在天启城。落霞如果可以跟师父还有师弟一起出去闯荡，想必将来的眼界也会更加开阔些。我看你也挺闲的，怎么不自己带他去游历呢？我的容貌不方便行走江湖，但师父的……多谢师父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真是狐狸崽子。桃花香。东君，每种酒都有自己的性格，就像人一样，不同性格的酒，自然也有不同的滋味。徒儿总听说，天启城的秋露白能品3味，难道这种酒还
还有3种性格。酒过心头，心头什么滋味，那酒就是什么滋味。不是因为酒有3种性格，而是因为你的心被酒气牵引，千头万绪涌上心头。那师傅，您最喜欢的酒是什么滋味啊？是我这一生最开心的滋味，也是最遗憾的滋味。哪还有这种酒啊？还能2头都占？有啊，它叫做桃花月落。桃花月落。那会不会有一种酒，是最有情的滋味，也是最无情的滋味？无情最有情，可比白日见星辰。天的！本以为李长生在大内闹出那么一番动静，然后又对外声称要带百里东军离开天启，这件事就落下帷幕了。没想到的却是风雨再起啊！只是一瓶酒，代表的却是陛下的权威。百里东军要那瓶酒，是在打陛下的脸。只可惜，如今陛下不敢轻易招惹李先生。他心中虽然愤怒，却也不能展现出来。所以这个时候，陛下一定希望有人能站出来，替他握住那柄刀。徒儿明白了。殿下，有贵客来访。哦，